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结构智能辅助设计软件 PKPM AID 的发布会。在揭开面纱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成长经历。21年的6月份，我们跟阿雅纳合作，推出了全流程的自动计算功能。利用这个功能，我们阿雅纳的这个优化算法就可以自动进行迭代计算了。这样我们进行了这个优化算法自动化的一个初步的探索。同年10月份，我们推出了结构 API， 实现更大自由度的模型修改、结果获取和计算能力。然后到了22年的5月份，阿雅纳基于 PKPM 结构 API 实现了截面的这个自动优选功能。实际上不只有阿雅纳一家，我们国内很多设计院也基于我们的这个结构 API 这个做了这个截面的这个自动优选的这个小工具。同年10月份，我们跟阿雅纳正式签订协议，共同研发结构智能辅助设计软件。刚才马总这个跟我们这个分享了我们这个 PKPM 的这个生态战略应该说我们的这个智能辅助设计软件是我们这个生态的一个生态产品。相信后续我们会基于我们的这个结构 API， 会不断的有这个生态产品出来。我们和广大的这个设计师一起来推动这个行业的一个技术的进步。当前这个存在的一些这行业的痛点，其实刚才这个刘坤总也提到了，一个是这个定截面，现在比较依赖工程师的经验。这个不够精细。另一个就是这个在构建指标或者这个整体指标抽现的时候需要手动的这个修改模型，不断的试错这个应该说谁调过模型谁知道另外就是精细的考虑。有设计师跟我反馈，这个有一根测量这个用大了都会被批我想被批的这个感受是不好受的这个当前这个结构设计的这个或者说建筑设计的这个智能化和数字化已成为这个大势所趋了在我们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框架下，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这个解决这样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就可以从这个繁重的这个重复的繁琐的这个工作中这个解放出来把精力投入到更有这个创造性的这个工作中去。我们看一下软件的这个入口，在我们的这个初始界面下，我们增加了一个智能辅助设计的这个页签同时在我们的主线结构主线这个页签下，这2个页签都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智能辅助设计软件里头，因为我们智能辅助设计就直接挂在我们熟悉的这个 PM 里头。进到 PM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空间结构的这个后面增加了一个智能辅助设计的一个菜单点击这个菜单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排图标，这个图标就是我们这个智能辅助设计的按钮了。这些按钮我们已经按照一定的这个逻辑去这个排列了基本上我们使用的时候从左到右使用就可以了当然这里头只有部分的键是这个必须要点的，有些键这个只是作为一个这个辅助或者说一个结果的一个查看它并不是必须的。这里头我们目前提供了2个模块，智能截面优选跟整体指标控制。那这2个模块有什么作用呢？接下来我们这个举一些场景。对于智能截面优选模块这个第一个场景，钢结构构建的这个截面优选，我们知道马伊琍算法是针对这个钢结构构建的这个截面优选提出来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这个截面优选模块它只管这个构建指标，它是这个不管整体指标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就智能截面优选模块是特别适用于这个测量跟地图上的一个截面优选。第3个场景是这个构建的一个超线的问题的解决，我们提供了专门的这个参数可以只优选这个超线的构建
第5个场景是减小梁高啊，因为我们这个提供了一个截面表，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截面表里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它梁高又最小的啊，这样可以提高这个结构的使用净高，或者说这个降低层高。最后要这个重点说的是，不仅仅是刚才说的这些场景啊，只要这个任何结构体系、任何界面，只要以这个构建承载力为基础，那么都可以适用我们的智能界面优选这个模块。接下来我们这个分别针对这些场景啊，举一些例子，这个来说明我们这个智能界面优选模块的这个使用。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是6层的这个钢结构厂房算力。这个案例啊，这个整体指标跟这个构建指标啊都是 OK 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应力比啊，这个局部放大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应力比这个比较小的，也就是说这个梁的这个利用率啊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刚才刘鹏总这个提到了这个设计组以及构建组，也就是说这个优化上概念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这个解读啊。对于我们这个智能界面优选模块，可以认为这个设计组啊，就是把你想要优化的构件给它放进来啊，不想优化的构件不用放进来。我们不用放进设计组里头这些构件，我们是不会去优化它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去改它的截面。针对设计组的建立啊，我们提供了这个2种方式，一种是这个快速设计组的建立啊，我们可以把整层甚至全楼的次梁或者主梁建立在一个设计组里头啊。这个案例我们把这个这一层的主梁跟这一层的次梁建立在2个设计组里头啊。接着我们就建立这个备选截面表。我们也提供了2种方式，一种是批量这个增加备选截面表啊，我们可以一下子增加几十个备选截面，也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一个一个的增加这个备选截面。经过这2步之后，这个我们确认一下我们的这个优化目标，我们默认是按这个造价最低去优化的啊。当然，我们也提供了梁高最小以及这个综合考虑，也就是综合考虑梁高跟这个造价，就这种三种这个优化目标。我们看一下优化后的效果。优化后，这个用钢量这个节省了这个30吨，整体指标并没有这个太大的变化啊。截面这个梁的截面啊，这个减小了。优化后，这个梁的应力比啊，往这个1的这个方向去靠拢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不是照着规范的限制去优化的，我们提供了参数，可以用户这个指定它的这个应力比的上限，我们默认是这个0.85。也就是说，我们默认是留有15%的这个冗余度的。优化之后，梁的这个设计组啊，这个造价降了9%啊。柱因为我们没有建设计组，我们就不会去动它啊。然后这个全楼平均一下是腐蚀降了5%。第2个案例是这个钢结构构件截面的优选，同时又要这个实现这个构件的超限的问题的解决，也说这个案例是存在着这个构件超限的，31层的这个钢支撑框架算力。这个案例的这个整体指标是这个 OK 的。从局部放大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梁柱撑啊分别存在着这个构件的这个超限情况啊，比方说这个应力比超限。啊，另外从这个第1个放大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梁的应力比啊是比较小的，也就是它是有提升空间的。同样道理，我们建立设计组啊，也就是说把这个想要优化的这个构件给它这个拉进来啊，然后再建立这个备选截面表，这个按这个造价最低的这个目标去优化它啊。我们看到这个优化的效果，这个整体指标优化后仍然是满足的。然后这个柱的这个截面是增大的啊，因为柱存在这个超限，后梁的这个截面减小了。梁柱支撑的这个应力比啊，都不同程度的这个提高。梁的设计组的这个造价啊是这个降低了16.25%。
柱的造价是增加了10.74%，也就是说用这个梁的钢来这个给了柱这样的结构会变得更加这个匀称更加合理。第3个案例是这个混凝土侧梁的截面优选，同时又要这个想实现这个减小梁高，你这个结构的降低层高。这个案例是6层的这个框架，结构的整体跟构件指标都是没有超限的但是这个侧梁存在这个配净率不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配净率是这个比较低的。同样，我们也是这个建立设计组把想要优化的这个构件给它放进来，然后建立备选截面表。优完之后当然这个我刚才说到了，我们提供了这个3个这个优化目标，一个是这个造价最低，另一个是梁高最小，第3个是综合考虑，也就是说在梁高跟这个造价之间取一个平衡。对于这个3个目标，我们建立3个方案3个方案优完之后这个整体指标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案2，也就是说梁高最小，这个优完之后这个梁的高度比原截面不同程度降低了，从600有的降到550，有的降到500对于第3种方案这个综合考虑的话，那么它的梁高也一定程度的降低了。这个案例这个对于造价最低这个目标这个设计组造价节省了9.77%对于梁高最小的这个目标这个造价节省了1.67%，对于这个综合考虑，那么造价这个降低9.42%。刚才我们这个讲到是这个智能截面优选这个模块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高级指标控制模块。这个模块我归纳一下，主要有2个这个使用场景，一个是针对大指标以及这个部分的这个构件指标不满足的情况下，调整构件的截面使这个指标得到满足，同时控制造价尽可能低。第2个使用场景是针对大指标以及构件指标满足的情况下，调整构件的截面，使得造价尽可能低，同时控制这个结构的指标仍然得到满足。接下来我们举一个案例来这个说明我们这个高级指标控制模块的这个使用。这个案例这个结构的这个周期比指标超限了周期比是0.97，大于0.9。此外还存在着这个个别柱子的这个轴压比超限，以及这个梁柱的这个截面的这个富裕量还有较大。同样我们也是建立设计组，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我们高级指标控制模块的这个设计组跟那个截面优选模块的设计组是共用的也就是说截面优选模块的建立好设计组是可以给高级指标控制模块使用的。第2步是设置这个调整策略。所谓调整策略，就刚才刘总也提到了，其实就是这个优化变量优化变量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截面的尺寸允许它在一定的这个幅度去这个变化。我们程序默认是0.8到1.2初始值是1.0，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梁的宽度这个设为这个优化变量，允许它在这个0.8到1.2的这个范围内去变动，也允许把它的高度设为变量，在0.8跟1.2，或者说干脆把这个梁的高度跟宽度都设为变量然后这个上下限是可以修改的。第3步是设置这个目标约束。我们提供了这个指标数很方便很轻松的就可以把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约束给选进来一般而言，这个目标就是越大越小，越大越好，或者说越小越好。比如说对于总造价、总质量，我们是越小越好我们一般这个来说，这个可能大家一上来就会把总造价这个设为这个优化的目标。其实从我们软件的计算角度而言我们这个建议把对于这个混凝土结构或者说钢结构，也就是说它不是混合结构，那么我们建议把这个总质量设为这个目标。那么
它的这个计算时间啊会大大增加，因为如果把总造价视为目标的话，它要计算那个配斤啊，计算配斤，那么它的时间啊会这个大大增加啊。然后约束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周期比、位移比、位移角这些的啊。同时，我们也这个提供了一些构件级的这个指标，比方说柱的这个轴压比、应力比、梁的应力比啊。我们看下这个算力的这个优化这个效果。调整了这个优化后，这个周期比啊，这个不再超线了。另一个有意思的就是原来的这个周期是平扭平，优化之后啊变成平平扭了啊。我想这个也是大家这个想得到的一个结果。此外，这个构建的一些这个柱子的轴压比啊也不再超线了，这个造价得到小幅的下降。第三种这个使用场景是这个2个模块的接续使用。一般来说，如果我们事先这个可以判断这个工程是这个承载力控制的，那么我们可以先用这个截面优选模块啊。如果我们判断出这个工程啊它是这个大指标控制的，那么我们就先用高级指标这个控制模块。如果说我们一时判断不清楚，那么我们建议啊先用这个智能截面优选模块。如果用完之后这个大指标 OK， 那么它就是承载力控制的，那么就就 OK 了，就不用再往后走了。如果说它的大指标这个不满足要求，那么我们继续采用高级指标模块来接力优化。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这是35层的这个剪力墙结构。外向分荷载的承接位角是不满足要求的啊。此外，存在着这个强制的一个轴压比超线。同样，我们也是这个建立设计组，然后建立备选截面表，也就是说，先用这个智能截面优选模块把这个强制的这个轴压比超线的问题先解决了，然后再用高级指标控制模块把位角这个超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我们看一下这个2个模块接续使用后的效果。经过智能截面优选模块这个优选之后啊，强制的这个轴压比不再超线了。经过我们的这个高级指标控制模块优选之后，这个分荷载的承接位角也满足要求了。然后这个算力的这个造价啊，是这个混凝土用量是增加了4%，啊，钢筋的用量是增加了5%。另外我们从这个案例的这个结果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圈中的这2片墙啊，它的这个厚度的这个增加幅度比其他墙的这个厚度变化幅度啊是会大的。也就是说，我们这2片墙啊，对调整这个模型的位移角来说是最有效的啊。应该说调整这个大指标的这个手段是很多的啊，有调整这个尺寸截面的尺寸，有调整这个结构的布置，或者说是拓扑啊。目前我们这个 1.0 版本啊，暂时先提供这个修改截面尺寸啊，我们的这个修改布置这种方式啊，我们已经在研发中了啊。另外，通过我们的实测这个效果来看啊。半数以上的这个工程啊，通过修改截面还是可以达到这个控制这个大指标的目的的。针对刚才说的这5个算力，我们做一个小结。对于智能截面优选模块，这个我们给了3个算力。第一个算力是这个钢结构梁的这个截面优选，这个设计组的这个造价降了大概9%，总造价降了5%。然后第二个这个案例是这个钢梁柱撑的这个截面优选，为了达到2个目的，一个是调整超线，另一个是这个降总造价，啊，总造价降了3%。第3个案例是这个混凝土侧梁的截面优选，啊，设计组造价降了大概10%，啊，总造价降了2%，啊，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降梁高。第4个案例是这个框架结构调整这个周期比超线。以及这个降造价，啊，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周期比给它调过来了，同时它造价也降低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算法可以用最经济的手段来实现调整这个大指标的这个目的。然后最后一个算力是这个2个模块的一个接续使用。为了调整这个构建指标，也就是墙的这个轴压比超线以及这个整体指标分荷载的位角超线，总造价是增加了4.6%。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是基于优化目的的这个使用场景，针对这个优化过程，我们归纳了有这个3个使用场景，一个是逆向优化，另一个是这个正向智能辅助设计，第3个是方案比选。这个基于使用过程它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逆向优化。它指的是这个模型已经建完了那么用我们这个模块这个获得更优的这个经济指标，或者说调整超线问题也就是说模型已经建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最后1公里模型建完，你给我优一下，看看能不能这个有更好的这个经济指标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逆向优化。然后正向智能这个辅助设计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这个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设计组给它引进来，用设计组去管理我们的模型这个是这个正向智能辅助设计的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模型建完之后，设计组就已经分完了，就不用像刚才那个逆向优化一样，这个再去分设计组了。很显然，它是可以提高这个工作效率的我举一个应用场景，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建筑师给了这个建筑图，那么我们的结构师需要这个给出这个结构方案图。以往我们要这个根据经验先这个预判一个截面然后再反复的调这个截面现在这个不需要你做这件事，也就是说不需要你预先指定一个截面，只需要你指定一个截面列表，那么我们程序就可以自动的从这个截面列表，就是说给你挑一个最优的截面很显然，它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的。第3个是方案比选。我们知道，在早期的一个方案阶段一般都是要求在限定时间内进行多方案的比选有了这个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正向的这个智能这个辅助设计，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高效的这个算法那么我们就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方案的比选，从而给出最优的方案一会儿那个艾安娜刘浩刘工会针对我跟他说的这个逆向优化、正向智能辅助设计以及这个方案比选，站在这个工程实践的角度进行这个解说我这里就不再展开了。最后我们这个总结一下软件的特点。首先，这个我们的这款软件是跟这个 PKPM 主软件是深度融合的。因为我们这个智能辅助设计软件就直接就挂在我们熟悉的这个 PMCD 中的这个也就是它不是2个软件，它的这个操作界面跟这个软件的这个使用逻辑都跟这个我们使用 PMCD 使用 Setway 是一样的第二个是简单易用，我们提供了一些这个快捷的易用的对话框让我们设计师可以这个快速建立优化任务。比方说这个我们提供了这个快速建立设计组的这个功能，我们可以把这个整层或者说全楼的测量主梁建立成这个设计组另外我们提供了这个指标树，我们可以很方便的选取我们关心的指标。刚才说到我们这个第一步是建立设计组，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我们说这个把大象放进冰箱分3步，我们也是分3步第一步是建立设计组，刚才说想把你想优化的构件给它放进来然后第2步建立备选截面表第2步建立备选，第3步这个确认目标跟约束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智能截面优选模块这个我们都会有默认的这个目标跟约束刚才说默认是这个造价最低约束是这个比方说这个
配景率的上下限、应力比的上限等等啊。也就是说，第3步其实只要用户确认一下啊，看这些跟我们看那个 set weight 的那个参数一样啊，就需要确认一下有没有必要修改啊。一般来说，这个我们都按这个大多数工程的这个实际情况都赋了一个默认值，只要确认就行了。也就是说，这3步里头就2步，前2步需要我们设计师去操作一下，也就是把构件选进来，然后定一个备选截面表就完事了。我们的高级指标控制模块也是分3步啊。这个第1步建立这个设计组，刚才说了，模块1跟模块2，也就是2个模块设计组是可以共用的。第2步是指定调整策略啊，比方说我们把这个梁的宽度，这个指定为这个优化变量，允许在0.8和1.2，我们都有默认值的，默认值是这个下限是0.8，上限是1.2啊。大家只要把我们想要优化的这些设计组或者单独截面，把它打开就行了啊。第3步是这个指定目标约束，目标刚才提到了，就是一般我们都选造价或者说总质量啊。约束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周期比、位移比、这个位移角这些的。刚才说的前面这3个步骤是这个闭点步骤，然后这个模型回滚它其实不是闭点步骤，但是这个功能啊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用的啊。我们的这个优化算法，这个进行指标控制的话，一般会算这个几十个模型啊。我们算完之后，我们程序会自动的按我们的算法挑一个最优的模型啊，回滚到这个模型，并且走一次完整的这个 set weight 计算。但是每个这个工程啊，实际它可能都有自己的这个特点，它并不一定都要求造价最低啊，它可能要求，比方说要求这个干度比最大啊。这时候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找到干度比最大的是哪个模型啊，然后指定这个模型，就可以回滚到这个模型啊。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没有存这个所有步的，也就是说所有模型的计算结果，也就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我们算着这个硬盘就受不了了，就膨胀了啊。其实不会的，我们这硬盘的占有跟这用 set weight 算一次模型，它的硬盘占有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只保存了这个各个模型的截面数据，并没有保存这个计算结果，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硬盘的这个使用。另外，如果回滚到大家想要的那个模型后，因为刚才说了它并没有保存这个计算结果，大家需要再走一次 set weight 的计算。第3个特点是这个算法高效，其实刚才这个刘培总也都提到了，这个算法在奥阳内部已经经过将近20年的这个不断的改进和发展，以及这个数百个实际工程的检验，算法是这个非常成熟可靠的。另外，这个我们采用的这个核心算法是针对这个专门的这个实际工程问题开发的啊，它的效率啊是远远超过进化类算法的。从我们实测的情况来看，对于中等规模工程，大概在这个4万屏左右。智能截面优选的总计算时间在15分钟以内，这个是非常快的。然后对我们的高级指标控制模块，它的计算时间一般在这个2个小时左右。最后一个特点，精准全面。对于我们的智能截面优选模块，我们全面考虑了这个规范的各项要求啊，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只控一个这个配景率或者应力比，是把所有的这个规范的要求啊，都给你控制住了啊。另外，不仅仅是支持这个矩形啦、弓形的这些截面，我们这个常用的所有截面，目前只有那个格构式截面没支持，其他的所有截面我们都支持了。第2个，我们设置了很多这个约束条件啊，很精细。这些约束条件啊，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用完之后啊，我们这个工程就是满足实际使用了，不需要你再去调了啊。比方说，这个次梁高要小于主梁高，再比方这个梁宽要小于柱宽，再比方这个上柱截面啊，这个高宽要不大于这个下柱啊等等，我们设置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很精细化的这个参数来控制，使得这个用完之后啊，就是你想要的模型了啊。好，我的分享就到这，谢谢大家。